第6章，滇缅大逃难。第2集，日本人的无知之勇与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3周，进入历史转折点。1942年，租界法案，26国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浩恩请约尔庆祝对付法西斯轴心国的26国同盟诞生。林浩恩去缅甸巴莫建发动机分厂2个月后的一天，他的同事，在美国留学时的好友，在雷允中央飞机制造厂任职的约尔来巴莫办事，一见他就喊着说：“浩恩，你知道今早发生什么吗？一个美国人的预言变成日本人的行动。该死的日本鬼子，这些家伙真有无知之勇。”他这里说的无知之勇 The Valor of Ignorance 是1909年在美国出版的书，预言日本为控制太平洋资源将与美国发生冲突。当时美国人不重视此书，小看日本。约尔说，对美国人来说这是坏消息，对我们却是好消息。约尔说的日本人的无知之勇，指的是海军大将山本56策划，南云忠一中将指挥的偷袭美国海军夏威夷基地珍珠港事件。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险些毁灭，幸而3艘航母当时不在珍珠港。日本海军这次偷袭原为击垮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能力，使美国无力阻止日本南进，日军就能开进缅甸等东南亚英美领地获取战争资源。然而珍珠港事变策划者没能预见偷袭美国军港的后果。珍珠港事件犹如一块吸铁石，把各执己见的美国人聚集，万众一心，促成铁板一块，赞成美国打日本。珍珠港事变次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中国抗战成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战区。随后美国民众开始反日，谍报人员获取信件显示，美国飞机制造厂员工中有第2代日裔为日军做情报员。此事促使美国人反日情绪发酵沸腾。珍珠港事变2月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紧急立法，授权美国军方把12万7千美籍日本人逐出军事区附近原居住地，把他们送往10个在美国中西部专为这批日裔修建的营区拘禁。珍珠港事件使美国通过租界法案供应物资给同轴心国作战的国家，转变为美国直接与德国、意大利、日本3个轴心国作战。美国租界法案在去年3月生效。现在美国对日宣战后，从租界法案和美国参战双重因素受益最大的是英国、苏联和中国。抗战4年了，中国终于等到对日宣战的最佳时机。国民政府与美国对日宣战次日
对日宣战，同时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中国以资源和服务抵消部分货款，换取美国租借法案援华物资。美国对日宣战双重因素导致中央飞机制造厂美方大股东和执行总裁威廉·鲍雷不能继续在中国经营飞机制造厂。他发现再在中国经营下去，既没有利润，也不方便自由活动。他把雷允中央飞机制造厂移交中方，自己则去印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参与筹建的印度斯坦飞机有限公司。威廉·鲍雷和与他一起管理中央飞机制造厂的两兄弟爱德华和尤金在中国赚了不少银子，也帮中国做了不少好事，包括游说美国政府批准陈纳德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协助250名美国飞虎队队员以中国飞机制造厂技术人员名义招聘到中国和缅甸，为飞虎队队员安排食宿，经手发工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3周，中国和世界步入历史转折点的1942年。元旦过后第一个工作日，威廉·鲍雷主持工厂移交重要会议，仰光巴莫分厂也派代表参加。会后，浩恩与几位同事去聚餐。约尔说：“各位请注意，我有好消息宣布，从今天起，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小伙子将以美军身份打日军了。”接着，约尔又说：“1942新年第一天带来一个宣言，美国、中国还有苏联、英国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联手揍法西斯轴心国，中国不再是孤军奋战抗击日军了。”浩恩听到这消息，比喝一大杯法国红葡萄酒还畅快惬意。他深信美国参战则日本必败。他常看英文报纸，早知道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在关东军导演满洲国时就开始微妙走向恶化。日本恨美国拒不承认满洲国，并反对日本独占中国。美国恨日本侵华，损害美国在华利益。无奈彼时美国陆军海军实力还不够强大到能远征对付日本，又能顾及欧洲并保障美国本土安全，只好隐忍，避免直接对日冲突。卢沟桥事变3年后，美国发现后起之秀日本居然自划大东亚新秩序领土范围，把中国包括满洲国、台湾应属香港，泰国应属印度，应属缅甸，应属马来亚，应属婆罗洲地区，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新几内亚、澳洲、新西兰等都囊括其中，明火执仗要把欧美老列强挤出亚洲。约尔宣告的真是大好消息，浩恩喊着说：“美国对日宣战，日本一定完蛋！”几位中国员工大声喊。其实浩恩早就盼望美国出手对付日本。40年前，美国国务卿 John Milton Hay 提出对中国门户开放政策，要各国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主权，按中国关税标准，在彼此平等基础上与中国贸易。浩恩感觉美国不像其他列强对中国有领土企图，
而日本、俄国总打中国领土的主意。尤其庚子拳乱那年，美国为防止列强借戡乱平暴，趁机瓜分中国，发文各国使馆，重提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主权，要列强尊重国际法，以平等公正贸易原则与中国通商。美国在保护本国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问题上与列强并无争议，但对领土问题，美国坚持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不受侵犯。晚餐后，浩恩请约尔去雷允中央飞机制造厂俱乐部庆祝对付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26国同盟诞生。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